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未来3到6个月内有什么样子的重磅好消息，宇宙要送给你们呢？还有在这段期间内有什么样子的人事物要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与你们一起并行，与你们一起前行，然后会为你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子的幸运的转变呢？那首先呢，帮大家抽好的神谕卡是这一张 Bluebell， 这个 Bluebell 的 Fairy， 这个蓝铃花的精灵哦。那蓝铃花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花色非常的明丽素雅，非常的漂亮哦。那它又被称为是苏格兰的蓝色铃铛，或是妖精的铃铛，因为它的这个花的形状啊，看起来很像是我们挂在玄关的那个铃铛。那如果有人造访的时候，这个铃铛就会响嘛，所以这个花的花语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访问哦。那我觉得抽到这一张牌的朋友，代表说其实很多人是对你们很感兴趣的，因为你们本身的个性应该是属于那种很得人缘的，就是你们跟别人相处，也许你们不用特别做什么，你们身上散发出这种平静，还有这种和蔼、这种亲和的能量哦，其实就会吸引跟你们相同频率的人往你们这边去靠近。那这一朵花啊，它还有一个意涵，代表的是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的你们蛮重视你们的家庭的，就是感觉上你们在待人处事上是一个平稳踏实，然后对待爱情是非常专一的，然后你们不大喜欢跟爱人分隔两地，因为你会觉得这当中没有办法常常看到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心里会缺乏一个恒定感跟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爱中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感的。然后啊，不管你们过去经历了什么，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是愿意等待的人，所以一切啊都将如偿所愿，一切呢都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去显化在你面前，因为你们呢有一个 gratitude， 你们有一个很棒的这个态度，就是我觉得你们懂得去感恩，去感谢。不管过去啊，宇宙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挑战，你们都能够去把它撑过去，然后微笑的去面对，去解决面临在你生命的这个难题。因为有这样子感恩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你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宇宙想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值得等待的人，你们是懂得感恩的人，一切都会如你所愿的感觉。那这张牌也让我感觉到你们的能量其实就像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朵，你们即将要被展开，你们即将要被成熟了，就像是你们从小树苗一样，也许你过去才开始好发芽，然后突破这个土壤的这个限制，然后慢慢的你们开始成长，觉得你们的能量已经快要成熟了，已经要长成一个参天巨木的这种形状了，形式了。大家有看到从天上有降下来许多漂亮的一个光束哦，我觉得不管你的内在或是外在，都将有一种很突破性的提升哦，给人好像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哦。好，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惊喜、很舒服的，很容易让人把目光就集中在你们的身上，而且一看到你之后，其实是很难去移开那个目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的3个月内到半年，其实你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去打开自己。那这个是因为你们过往的一个累积，你们过往所做的一些事情，或是说所经验的事情，让你们在别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提升。因此啊，我觉得你们会得到更多的资源。那这个资源可能是有形的，也有可能是无形的。那有形的可能包含了是实际的这个财物啊，或是礼物，那或者是说一些职位上的升迁啊。那无形的可能包含了像是朋友圈的这个给你带来的一个关怀，朋友给你的资助帮助，或者是说你在业界，你在这个客户心中建立的这个口碑跟形象哦，就是这种有形无形的资源，是因为你们过去的努力所带来的一个积累，你们在别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开始越来越提升了。
然后我觉得你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它是一种突破性的，然后也是一种很懂得去运用你现有的资源，然后去加以发挥的，就是你们懂得感恩，然后这个感恩会带来很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的人际上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帮助你们的，而且因为你们的这个态度啊是充满信心的，你们在人际相处上其实是会受到礼遇，就是你们不大会去接收到不尊重的一个待遇哦，别人不会去敢侵犯你，不管你当下是在追求什么，其实我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的努力啊，你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再加上用对方法，其实会有加成的一个效果，所以用对方法很重要。我觉得宇宙接下来要提醒你们的是，要怎么样，就是将你的这个资源再加上好的方法，让它更快速、更有效率达成你的目标。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资源跟能量还有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你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呢，去达成你的目标，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重要的人。然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呢投入的这个心力，是怎么说呢？你们过去一直都很努力，但是呢，你未来在投入事业的，或者是投入你个人品牌的建立，或者是说人际圈、学业的一个经营上，你们要开始根据事物的一个性质来做短期或是长期的规划，来决定什么事情你们要投入多少心力，有一种像是分轻重缓急的意思。你们在最重要可以给你带来最大效果的是放比较多的能量，那次序比较没有这么重要的人事物，请你将它往后移，先留给时间给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卡牌哦。好 ，Your little eyelids, time to move on。好，这两张牌。这一组的朋友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你们常常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孤单的一个状况。这个孤单不是说你们身边没有人，也许有些朋友你们身边是有家人、有朋友，甚至也有你的爱人的，可是感觉上你们好像常常是把自己抽离开来，然后用一种好像很雾的眼光，或者是用一个隐形的玻璃在看待这个世界。你觉得你自己的内心好像是一个你有你自己的小小的岛、小小的世界，然后你可能从你的这个世界中开了一个小洞，你去看这个洞外的大家是怎么样子在生活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某一部分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然后在你跟你自己的安静对话的空间，也许这个空间是空无一物的，只有你跟你自己，但是我看见其实你们还是抬头在仰望一颗星星，我觉得你们心中还是有某一种追寻的。那我觉得这张牌其实要告诉大家，人生是看长不看短的，不管你们现在处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哦，也许有些朋友你们是好像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好长一段时间了，那也许有一些朋友你们正在历经某一种低潮期，然后在好像想要找一个出口哦。那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改变，时间它会帮你的。而且我觉得成就未来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们本身对自己的一个强大的自信心。我觉得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小小的岛中，你们会去反省，会去自省，会去思考，你们会去思索很多事情哦。当你们越想越清楚之后呢，其实你对于各种人事物，你就有一个你自己的定见，这个定见会建立你自己的强大的自信心。而且我觉得当你们的那个态度拿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展现你的专业。我觉得你们刚刚说过，你们的这种生命很像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朵，因为即将要绽放了。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时刻宇宙会有一些助力来帮助你，就是它走到了一个对的时间点，在这个对的时间点因缘具足之后，你可以去展现你的一个个人的色彩哦。你看我这边说 time to move on， 你们要前进了，可是你们前进的这个过程中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一只蝴蝶好抓住这个毛茸茸的熊，把它好像
让它带到一个更高处的地方。因为熊没有翅膀，它只能在地上行走。可是今天呢，这只蝴蝶它是一个天使，宇宙派来的天使，它要帮助你们离开你现有所处的这个环境，以不同的角度姿态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本来觉得那些东西很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换了一个视角之后，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它变得很小很小。也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会开始让自己的视野看得更宽广，并且在各方面都有所精进。这是一张没有限制的牌，所以你们也不要自己去限制你自己，只要你敢想敢做梦，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得到成功。很多时候过去的逆境其实是会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人。如果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或是折磨你的人，他其实也是激励你成为一个动力的来源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这只蝴蝶它是一个贵人，我看见你们会有贵人来帮你，他会告诉你一些关键的讯息，或者是说他会在你们的感情生活上穿针引线，替你们解开误会。然后我觉得这个贵人的能量，它也是属于比较阳性的能量哦，他会帮助你，可能在你最没有头绪的时候，他会运用他的经验去引导你，在关键的时刻去打开你的智慧，让你好像做出对自己最有利最有价值判断的一个选择跟行动。我觉得这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哦。那你们之所以有这只蝴蝶，有这个贵人来帮助你们是因为你先当了你自己的贵人，你先成为了那颗恒星哦。当你自己是恒星之后，周遭自然就有很多的恒星想要去接近你们。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在会有一个很大的翻新，你会对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还有感情关系，如果你过去是一个比较抽离的状态，我会觉得你们现在慢慢的开始融入到里面。这个融入并不是你需要去磨合，就是需要去拿掉你身上的某些东西，我觉得不是的。这个融入是你们掌握要领的这个融入，有点像是你自己在朝着你目标前进的同时，你也能够去兼顾你身边的人的一个目标。这是因为你对于发生在周遭的事物，人事物事情的这个变化，我觉得你们渐渐会有一个理解，有一种平静包容的接纳。当你们好像换了一个视角，你飞到这个天空上来看，然后你看到这个蓝天白云，你看到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你会明白对方的一个限制，你会明白对方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他其实是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一个没有办法作为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们以这种比较抽离的视角来看待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你们会发现自己看懂了明白了很多事情。好，当你看懂了明白之后，你又会回到那个世界那个环境中，那个组织中跟人相处。但是再一次的回归这个组织这个环境还有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注入了很多新的能量进去的。那你们的能量会使整个互动有所改变，因为你们看得更深，想得更透彻了。你们会对整件事情有更好的一个掌控，也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更大的决定权。一开始可能是蝴蝶的力量在帮助你们飞，接下来你们会自己长出翅膀，自己飞翔。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你可能有一些就是原生家庭的议题，或者是说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然后你们可能常常就是跟别人接触之后，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来平复你自己，修复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必须要让自己避免接触到某一个特定的人，因为他会不断的引起你的情绪，你会不舒服。那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其实未来的3到6个月内，你的力量已经渐趋成熟了，你们是一个成熟的状态，你们可以为自己
画一道情绪的界限，你不需要再去害怕，你不需要再去担忧，因为此时此刻的你们已经变得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稳定，而且我觉得你们变得更加的精致，不管是内在跟外在都是。我觉得外在的话，很多朋友应该是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很整整齐齐的样子所以你们可以去比较从容的去面对外在的环境的变与不变，因为在这当中我看见你们的心是安定的，你们是安定的、安稳的。好，感觉上你们过去真的下了不少功夫在这个灵性上，那这些所有的努力都会一点一滴留存在你们的体内。好，我们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那我们这一张牌呢是命运之轮好，命运之轮，我觉得过去刚刚说过，你们在这个灵性上所下的这个功夫它都会变成是一个动力就是它会先存积在你的体内，然后呢，等到这个所有的力量都充足了之后，到了临界点之后，就是可以开始去推动那个轮子，所以命运之轮会在关键的一刻为你们转动，而且我觉得这个转动它是可以带来物质上的一个丰盛的。也就是说，过去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一直想说我已经好像做了很多该做的努力，可是我还看不到那个改变，我还在等待，就是我还达不到我心中的某一个好像人数或某一个突破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它还没有到达那个爆发跟成熟的临界点，可是事实上你往内去看那些你积累的东西不管是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人际，或者是说你在经营的品牌的粉丝等等的，他们其实都是慢慢的往上的。等到了某一个临界点，然后因缘具足之后，命运的轮子会为你转动因为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宇宙看见你们是一个不断的在解决问题的人，不管宇宙丢给你什么样子的问题，你们都去解决，而且你们会慢慢的累积下来。这就好像是你们在好像玩游戏打怪物一样，其实有一些关卡你们暂时卡关了，或是暂时输掉了，你们也会去努力找出破关的方法。你们可能感觉到过去宇宙给你的一些困难其实蛮多的，你会觉得希望不要有那么多，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你的人生的起伏还蛮大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带着什么样子的心态在前行可是我觉得宇宙看你的角度是，他认为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心，至少你外在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就是不放弃，所以你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翻转你现在的一个情境，最后去达成最后的目标。命运之轮会为你们的转动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张牌是太阳牌，放在这里好了。太阳牌，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然后你们的能量是跟大地扎根的。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大地的大自然的花草植物它其实是可以成为你们很好的一个灵性伙伴，所以你们可以多去公园山林走走。那大家知道这些植物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太阳太阳是大地之母，它在地球上孕育出各种这种动物植物就是植物它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之后可以转换成能量，然后产生的这个氧气是提供动物生命生存延续所必须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常常晒太阳有助于提升这种身心灵的运势。你晒太阳的时候，大脑会制造更多的血清素，让你产生很愉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太阳是这一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很强大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你们如果在心情不好，或是觉得有一些不顺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晒晒太阳，然后在阳光的照耀跟洗涤之下，会为你的这种全身的细胞好像翻新一样，
让你带来新的一个生命力。那我觉得太阳啊是你们最天然的保护者，也是最直接的，你可以直接在太阳底下然后去释放压力，让不好的情绪让阳光啊把它去带走。好，那记得要防晒。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你这边出现的是圣杯皇后，还有 Hermit 隐士牌，跟我们的世界牌。那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能量的特点，就是爱。那这个爱啊，跟你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使命有关。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这一种，我觉得有2种不同的情况，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你都很愿意去付出爱，你也很能够感受到从你的家人朋友给你的一个关怀跟爱。然后另外一种朋友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有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你觉得所有的条件都是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必须你要去做什么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然后你们会很害怕别人不够喜欢你。不管是父母手足，或者是说在和你的伴侣相处的时候啊，你都会想要做一个好人、好的小孩，或者是说好的伴侣，你会想要去用你的好去留住对方哦。就是你们从来没有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你们很想要去好好的被爱灌满，就是想要被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包容一次。有一种朋友是这样子的状况哦。那我会觉得啊，好。其实不管你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感受到很多爱，或者是说呢，你们觉得世界上没有这种无条件的爱，其实宇宙将要发生一件事情在你身上，就是这件事情啊会让你很多的思考，或者是说很多时候在时序上你会有一个倒转的感觉哦。这个倒转是说呢，它会给你一个机会去重新认识你过往一个可能你很想要从他身上得到爱的一个对象，但是有一种求而不得，你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的这个对象的一个机会哦。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就是你过去啊可能和某一个人走散了，或者是他可能是你的情感对象，可能你们分开了，或者是说他是你的家人，但是你们很少联络，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些误会不再交谈，然后我会觉得这有一种倒转的感觉，就是回到最初的感觉。这是一个机会在这边出现哦。每一个分开的人，每一个不联络的人，每一个断联的人都有重逢的一个机会，因为这边充满了很多爱的一张牌哦。好，这张牌的海豚呢，它其实正在享受着好像来自于月亮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泉水的一个灌溉哦，来自月亮的一个爱哦。那这些爱其实是可以充满它，而且还超过它所需要的这个水量哦。它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可是月亮愿意给它更多更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很特别的安排，然后它是好像为了要让过去啊，就是在能量付出中付出比较少的那一方去明白，去真正的感受到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你们过去是属于我是比较付出的那一方，我接收到的比较少，那宇宙安排的这个机会，它是想要让对方去明白，去感受到过去你们付出的是什么，你们给予他的是什么，然后这2个能量啊，它会重新达到一个平衡，世界有一个完整跟合一的感觉，它是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你们过去给出来的能量，它也会流回到你们身上哦。然后如果过去你们是属于比较接收的那一方，你们也有机会重新去跟这个人和解，你会有机会重新去付出你的爱，让对方去感受到那个流动。那我觉得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很多时刻好，你们会感受到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感动哦。好，可能呢就是你在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司机就是对你特别亲切，或是身旁的人
就是帮了你一把，你可能问路的时候有人很亲切的告诉你等等的，或者说你在网络上问一个讯息，有人就是很及时的提供了等等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在生活中会有越来越多小小的感动，在很多细节上其实宇宙做了一些贴心的安排，因为它会把你们很像从沉潜的影视状态唤起来，让你重新去体验这个爱的一个流动。因为很多朋友刚刚说的，你们好像在自己的小小的岛屿中，然后我们这边又抽到了一张隐士牌，而且这个隐士啊，它这个蜘蛛啊是用蜘蛛网把自己全部都包围住，那他可以把自己完全的用自己的这个蜘蛛网保护起来的时候，好像他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外界的爱的流动。那其实宇宙现在就是想要用这一些来自于好世界的这个善意，他想要去提醒你，或者他想要去让你做更大的一个敞开。那在感情上啊，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想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感情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为什么对方要对你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两个人本来看似规划的好好，为什么突然就是转变了，或者说你们已经做了所有的努力，然后他该说的就是他说的话你也有听进去，然后他要你改变的你也改变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呢？好，我觉得未来啊3到6个月，宇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道隐形的墙要被打破了。好，你本来呢看不清楚的事情想不通的一个答案，或者是有一些你执着着无法松手的连结啊，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这个豁然开朗的这个核心啊是爱，并不是说你的内在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空心的状态。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被爱填满之后呢，我觉得你们对于很多事情啊，就是有一种好像我理解了的感觉。因为你们这边出现了一张世界牌，那宇宙啊，从大爆炸到现在呢，已经可能经历了数十亿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其实把时间拉长来看，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拉长，我觉得你们会发现很多心结都不会再困扰你，就是你们不会再沉浸在这种特定的一个状态中。你们的这个灵性通道会被打开，然后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我觉得你们将往更高、更自由以及更理想的方式飞翔。像这张牌真的很美耶。这张牌的这个蜜蜂啊，你看它身处的这个环境是在闪闪发光的，然后周遭有非常多小小的蜜蜂，都是它的灵性上的伴侣，然后有很多的花，让他们可以四处的采花蜜。那它在这个世界中是非常丰盈的，不需要去担忧的。我觉得这一组的牌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因为你们的出发点就是你们本身是一个善良的人，你的出发点是善的。虽然你们过去不一定享受过很多的爱，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心中绝对有那个爱的种子，而且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你们持续的在播种，你持续的在散播你的爱，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其实你们也已经一次一次，或者说一层一层的将你的爱传递了出去。可能是你们跟别人说的一句话，或者是说一个笑容，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的一个服务别人的一个状态，或是你写了一篇文章，你分享了一个讯息等等，这些都是你们为这个世界在传递爱。因为这份爱呢，其实你们只要愿意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宇宙就会去帮你们忙，帮你一个很大的忙。然后啊你所做的事情啊，慢慢的积累，那个深度会加深，厚度也会累积，最后我们看到的成果就像是世界牌的一个合一跟完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果。所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的未来不断的在更新，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只要你愿意用心投入在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你都是在为你的未来将来做准备。所以你过去不管遭遇了什么，可能有一些挫折，有些失败，那些在未来都是
可以去被翻转，可以去被翻新的。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此时此刻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当你们内在稳定之后啊，其实你会让你一点一滴的让自己去成长，而且这个成长有一种不只是男女情爱而已，我觉得你们会将视野看到更宽广宽阔的地方，然后财富啊也会随着命运之轮的转动来到你的生命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要告诉你们，你们在金钱物质上哦，绝对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在未来3个月内，你们会慢慢的就是累积了一些金钱。这个金钱是可以让你不用担忧你的生活的，而且你可以运用这些金钱去提升你自己，去学习去打扮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旅行，去表达爱，你可以去满足自己和你重要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们心中持续的流出的这个爱，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去牵连过去离散的亲朋好友、朋友、伙伴或者是感情对象等等，它会以你为中心开始回归，因为你身上的这个爱是非常吸引人的。那过往你们跟他互动的那个能量啊，一切的能量都会重新的被更新过，被校准过，你们可以重新的去连接，然后彼此把话说开。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我们这一张牌是 Folk in the Lord， 还有这张 Soulmate。好，这2张牌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呢，我觉得好，我们在这张牌出现的是一个岔路，是一个十字入口嘛。那我觉得在十字路口上，其实你们有很多的选择啊，然后你可以选左边，也可以选右边，你可以走一个捷径，或者是你可以走你前面那个人刚刚走过的路，或是说你们可以去开创一个新的路。那不管呢要选哪一条路呢，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然后这张牌有提醒你说，好，这个十字路口啊，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之后，其实这个十字路口也很美嘛。你们看这边有这个彩旗啊，然后很漂亮，然后还有这个羊驼吗？好，这个动物很漂亮的动物，还有猴子在这边陪着你们。所以如果你一时半刻还没有决定好，你可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然后想好了再决定。当你走了这条路选择了之后呢，你要去把它走完，然后你在做选择之前，你要考虑后果，有点像是我选择了我走的路，并且我愿意去承担。那在关系上，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可能面临了一个关键的抉择时刻，就是说在此时此刻啊，你究竟要开放你自己呢，还是你要保持孤立的一个状态呢？如果你愿意开放你自己，你愿意去互相跟别人做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连结哦，你才可以去好像达成一个最真实的那个就是灵魂伴侣的那种爱。就是如果你自己愿意去做，你愿意去投资在这段感情关系上，并且去对于自己愿意给予的东西诚实，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说在关系上啊，你们不要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如果你想要跟一个人发展关系，是因为你想要去爱他，然后你想要去得到对方的一个爱，就是爱与被爱就是互通有无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做出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并不是说因为我今天很孤单，因为我今天自己在自己的小岛上，我想要找一个人来拯救我，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你们的状况是因为你害怕跟别人建立很深层次的一个联系，你内心有一个恐惧，所以你常常会在明明关系很好的状态，你自己去结束关系，或者是说你们可能有这种恐婚等等的，就是别人想要跟你深度发展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有所动摇，你可能是害怕麻烦等等的，或者是说你内心就是有个不安全感，你觉得好，真正结婚了之后是不是又会离婚呢等等的，反正就是你们有一点像是在把幸福往外推，明明可能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你们会主动去破坏关系，或者是去结束关系等等的。这张牌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岔路上其实有好多的路，要选择一条
好，对你们自己比较有利的路，在这样子的关系中，你们愿意去开放多大程度的一个爱，在此时此刻，你们愿意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爱人？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接下来要降临到你们生活中的属于你们的灵魂伴侣。我看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对你的生命来说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它跟你长远的往后的未来有关。这个人他是一个跟你有业力关系的人，他今天之所以要来到你的生命，他其实是有点像是在履行他之前的一个诺言，不管这个诺言是这一世的还是上一世的等等的，我觉得他的出现呢，是要来给你的生命中、生活中带来很多正向的改变，正向的一个影响的。好，那如果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旧人的话，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回归是因为这一组的朋友，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之前曾经给予过对方很多，他是要来好像还你这份恩情的，因为你之前呢，在他心中种下的那个爱的种子啊，已经开花结果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捧着累累的果实要来到你面前与你分享。那有些朋友，你们是能量对调的话，因为塔罗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镜像的一个能量哦，所以如果你之前是属于那个接收者，就是你们可能在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懂得付出爱，你是一个讨爱的小孩，那现在他再次出现的话，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像机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学习付出你的爱，学习去好像放下一些担忧跟恐惧，愿意去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们也会因为这份爱与对方有了一个真实的深刻的连接，从你心中去发送出来，好传递出去的爱也会从你心中长出一个很漂亮的，开出一个很漂亮的花朵。好，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牌啊，就是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能量看起来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你们绝对不是独自一人的，就是你们不会是孤独老人，好像老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帮你们推轮椅，没有人手牵手散步等等，你们不会是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缘分很美，你们会有属于自己幸福的家庭，你们在你的这个人生道路上是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笑一起哭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爱的力量很大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的爱，这个灵魂伴侣的爱它并不只是我这种甜言蜜语，然后烛光晚餐或是浪漫约会等等的，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它会触发你的内在的一个能量的改变。所以不管是在生活上，在学业上，在工作上，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在金钱上，金币，也就是金币，你跟他的相遇啊，会显化出好多的金币，或者是说我觉得对方会带很多的资源到这段关系中。那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觉得对方他会提供很多点子，这个点子是可以去转化成金钱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这种结合啊，其实会让你们两个的运势就是都往上提升。你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点像是往上燃烧起来，就是火要被烧旺的感觉。然后这些是实实在在会出现在你们生活的一个变化，很多的资源跟人脉都会在你们的关系的交汇点汇集。这个十字路口啊，它其实也有一个汇集的意思，很多不同的人会在这里聚集，然后在这边交换资讯，然后分享资源等等，然后再进行一个选择要怎么走。所以呢，我觉得在你们关系的这个交汇点聚集，会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资源，或者是很多的想法跟点子，很多的东西会被显化出来。我觉得有一种很热络的感觉，这些热络将会显化成实质的一个金币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牌 ，Between Worlds, a change in the wind。好，我们看到这两张牌哦。
我觉得这个灵魂伴侣啊，他来到你们这个生命中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你们已经等待很久了，然后这个灵魂伴侣啊，他其实要早一点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可是看起来他有一点点耽搁，有一点点迟到了。然后我觉得这些耽搁是因为其实对方啊，他也经历了一些，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波折，一个破洞吧，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看见就是你跟他可能各自经历了自己的灵魂暗夜，就是有一种独自的在等待的感觉。现在你们两个人好像都走出这个黑白的世界，进入到哇这个彩色的世界中了。很多人就是你在这个黑白的世界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已经不要再期待了，就是我好像就是有点放弃未来，然后我去关照自己就好，我去照顾自己就好。可是其实宇宙啊，它就在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时刻，快递你的灵魂伴侣到你的生命中，他将缘分送达了，是因为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而且对方的时间已经到了，都要你们两个人同时准备好的时候，他才会来到你的世界。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决定性，大家有看到这张牌吗？决定性的改变将要发生了，而且它是在风中发生的，所以这个风中是无消无息的，所以一开始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就有被这个缘分就进到你的生命中了，然后它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个很决定性的改变，是一个质变带来量变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全新的阶段，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来了，属于这一组的你们啊，这一组就是属于这一组的奇迹将要出现了。宇宙将会带来一波一波的好运，而且这个好运它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被纪念的一个好运。在这个新的彩色的世界中啊，我觉得你们产出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你说的话，或是说，你的这个手印的作品啊，等等的，好，你的工作的成果，其实会被广为流传的，会深植人心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产出的东西会被用某一种形式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或是说以实体的方式留在人们身边哦。有一种就是你们的这种贡献啊，会在人群中开展发散出去，很像是你跟他相遇之后，我觉得你们这种转动的能量更加快速了，你们更加的愿意去为了梦想前进，可能是因为爱情生活安定了之后，我觉得在于你们的这种工作啊，其他方面，你们也会更加的有动力哦。你们其实是一个编织梦想的人，很多人会愿意为你创造出的那个愿景去集结起来，然后他也会想要跟你来到同样的世界，来到你的身边。那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透过网际网络的方式来发挥你的影响力。那这两张牌啊一出现，感觉上就是你们过往的停滞的能量重新的被释放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性的改变。然后你们的这种爱，你跟他的这种爱的结合，是一个很自由的结合，很充满创意的结合。我觉得你们两个在爱中能够去保有自我，也能够一起去享受，一起去经历有关于爱的这个巨大的能量。然后这是一个对的时间点相遇，你们相遇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很细致的去调整彼此能量的一个对应，你们可以去用对的方法做事，而且啊，宇宙也会帮助你们。那些懂你们的人，爱你们的人，会透过网际网络的方式聚集起来。你可以在这里去发光发热，你可以不用去因为就是要配合周遭的一些低频啊、负面的能量而降低你自己，或是隐藏你自己的光芒。因为很多朋友看见你们过去其实是知道自己是会发光的，可是因为外在的环境，那些人他看不懂你，你们可能为了要保护自己，就是如果你太耀眼的话，可能会被人家泼脏水，或者是说人家会想要去攻击你。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整个已经不同了，你所处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转变跟翻新，人们是欣赏你而且敬重你的，人们会是愿意去爱戴你，会愿意去接收到你这样子美丽的光芒。所以过去啊，你们对于自己限制的那个框架，它是可以被移除了。你会发现你过去对于自己还有对于自己的这个命运这个生命下的一个定论或是结论，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能量了。就是凡事其实没有绝对的，
我觉得有很多灵性上有修为的朋友，你会发现你可能觉得你一直都是很孤单的，你身边没有人读懂你说的语言。可是我觉得在未来3到6个月内，半年之内，你的灵性伙伴会慢慢的好像一个一个冒出头来，被你发现了，被你找到了，或是说他们就是自己来找到你了。而且我还看见你们会可能把一些没有概念、没有这种灵性概念的人拉入到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或是圈子。有的人是灵性，有的人是特别的一个兴趣，或者是说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共同的一个嗜好跟爱好，有点像是被你们感化了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会创造出属于你们的一个社群群体哦。好，那这一组的朋友解牌到最后啊，我想要跟你们说，你们绝对是值得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鼓掌的。因为你们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子一个决定性的改变，是因为你其实已经把你自己的内在跟外在都整理了很好，整理得很精致了，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其实你们只差最后1里路，就最后一点点就要达到了。而宇宙目前啊，它所做的事情，它只是一个助力而已，它在帮助你，它给你送来一波好的运势，它为你们的这种感情生活开启一个契机。你因此啊，你可以真正的去独立起来，可以开始行动，你可以去实现你对生活的憧憬，然后在你最强的一个天赋上去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那在这样子的道路上，带着信心前行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吸引到更多爱你的人，你可以吸引到更多很好的能量，他们是愿意去欣赏你，愿意为你喝彩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在当中，你的内心世界会真正的感受到美好幸福的存在。过去那些你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人事物啊，或是你觉得不可能离你很远的幸福啊，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稳当的握在你的手中了。还有你过去那些认为你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很恐怖的事情，想到就害怕的事情，其实你们现在也因为这个决定性的改变，你可以轻松的将它掌握住你的要领了。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已经即将要抓住命运了，所以你们的命运将会有一个翻新，然后时机成熟之后啊，宇宙会给你们一个助力。在这样子的助力之下，你们自然而然呢，就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改变跟全新的流动。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订阅、按赞或是留言。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方跟我说，或是跟我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未来的3到6个月，宇宙会给你什么重磅的好消息，还有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即将要走入到你们的生活中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首先呢，你们抽到的这张神谕卡是 Phoenix，这个火凤凰哦。这张牌开牌就非常的有力量、有活力哦。大家知道这个凤凰啊，它有一个涅槃重生的一个状态哦，每500年它都会自焚而死，然后死而复生。所以在出现了这张凤凰牌啊，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你们本身的一个蜕变，你们的心态好像突破了一个很大的难关之后，有了一个这种重生的感觉，然后你们重生之后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视野都不一样了。凤凰啊，在古代它是一种祥瑞之鸟哦。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凤凰飞来，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鸟，它是鸟中之王，非常厉害的一只鸟哦。然后啊，在这个凤凰啊，除了它本身的这种蜕变，本身的这个转变之外，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它代表了爱情。凤跟凰它其实是有凤鸟跟凰鸟，就是有雌跟雄嘛。然后凤凰于飞其实就代表的是夫妻情色和鸣的意思，代表的是一个真挚的爱情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出现的这一张牌啊，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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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现的这一
你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蜕变，就是因为你们经历过一个死而后生，好像置死地而后生的那种感觉。遇到困境，你好像必须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就全力的去拼搏。也因为这个逆境啊，它激发出你们内在的潜能。你本来以为你是没有办法飞过这么高的一个火焰哦。好，你本来以为你只能从旁边绕过去，或者说你只能坐以待毙，但是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你们长出了美丽的翅膀。你们不仅飞过了这个火焰，你们还可以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呢。我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其实你们应该渐渐的有感受到力量从你们内在长出来，从你们的身体中长出来，然后你们可以去做到之前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你们去好像克服了一些你本来很恐惧、很害怕的事情，你开始不再这么害怕，你开始渐渐的可以去面对了。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要用颜色来形容你，我会觉得你们是一种很独特的颜色，就是你们不是粉红色，也不是金色，你们像是这种玫瑰金，你们像是这种异材质的拼接碰撞。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给人的这种感觉是很冲突的。有可能有的人是外表看起来很柔弱、很纤细、很需要被保护，但是你们的内在是非常有韧性、充满正义感的。好，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特色会同时在你们的身上表现出来，或者是说有的人呢，你们给人的感觉是外表是这种比较粗线条、比较神经跟水管一样粗的这种，但是其实内在是有非常细心体贴的一面哦。在这一张牌啊，它的这个蜕变啊，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旧有的你就不见了，相反的，我觉得它是在旧有的你之上去长出新的力量，所以它是两个力量并存，两个力量同时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身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这种。好像异材质吧，不同的特质都能够去融合的很好。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张牌哦。我们抽到的是 Ebbs and Flows。好，潮起潮落，潮起潮落，还有这个 Your inner light will guide you， 你的内在的这个你的内在的这个光会指引你。好，那这张牌它讲的是潮起潮落，就是海水会受到日月引力的影响而产生这个定时的起落的一个现象哦。那这张牌啊，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代表着说，其实你们的人生啊，应该到目前为止是有经历过高潮起伏的。那不管是高潮起伏啊，你看这两只毛怪，这两只好熊，它在这边看着这样瀑布这样子流下来，其实它是一个风景，所以不管潮起潮落都是风景。然后在这样子的风景中，你们可以能收能放，就是说不管是潮起潮落，你都有办法去面对哦。不管你们今天经历了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还在你的人生的舞台上，你还在写你自己的故事，你的人生还需要你勇敢的走下去。那我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因为你这种面对潮起潮落的勇气啊，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就是人生啊，不管在哪里，你们遇见了谁，你跟这个人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开始，或者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结束，其实这一切啊，都是你人生的风景。不管他的这种一颦一笑啊，都是一个温暖，所以且行且珍惜。我觉得你们会跟某一个人在今生相遇，其实都是因为你们前世累积的一个缘分哦。那我觉得这张牌啊，也有一点好像大彻大悟之后的一个明白哦，就是有很多朋友，你们可能经历过之后才开始懂一些事情，可能在爱情中痛过之后，你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在爱情中为了一个人犯傻过之后呢，你才懂得什么时候应该要坚持自己的底线，还有什么时候应该要放弃等等的。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潮起潮落中真的去经历了很多，那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不管是潮起潮落，它当中都是有风景，你们都是可以去欣赏的。那这张牌啊，我看见的是，其实在未来的3到6个月内，你们好像内心会更加的笃定，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处于人生的这个涨潮期也好，还是这个潮水退了之后的那个平静期也好，我觉得你们都能够安然自在。也就是说呢，当这个涨潮的时候啊，你们会去有所追寻，去奋发向上，你们会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去做你的梦，然后你去有一个追寻。但是当潮落的时候啊，你们也可以很平静的去修身养息，去看待，去反思，去内省。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让我感觉是在力量上收放自如，这个收放自如的力量可以运用到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哦。然后我们旁边这张牌啊是说，其实你们内在就有这个光会去指引你哦。我觉得这个光啊，就是要告诉你们莫忘初心，记得你们最初的那个瞬间的感动，然后带着你的那个想望，带着你的梦想前进，去做你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跟这种杂音哦，因为你在走着你的这条路上，你在走着你想要走的道路上，可能会有很多不看好你的人，或者是批评你的人，打击你的人，但是没有关系哦，因为这张牌其实有告诉你们，你们只要坚持走下去，走到最后，其实终究会绽放出你们自己的这个光芒哦。好，我觉得这2张牌是非常有力量，然后也很温暖的2张牌哦。好，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好，我们这边有权杖骑士，还有宝剑2。好，我们先看一下这2张牌。权杖骑士是一张火元素的牌哦，火象，它是一个非常射手座的牌，然后它也是这个宫廷系列的这种牌中啊最动态的一张牌哦。那我觉得牌面上这只熊啊，就是有一种好像虎视眈眈的，他要大展身手，他非常表现出他个人的样貌，还有他的一个欲望哦。那这个权杖骑士啊，骑士他经过了一个侍卫，从侍卫到骑士，就是经过了一个学习的阶段之后，好，他现在来到了骑士的阶段，他终于要迫不及待的去展现自己哦，希望让宇宙看到学习努力过的自己，希望让宇宙知道他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骑士。那我觉得在这边出现这张牌啊，有一种说，哇哦，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它下面都是火，好，跟这个火凤凰很对应诶。好，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觉得从你们身上啊，可以看到很多的火，很多的热情，很多的活力。你们绝对是一个创新者，你们可以依照你们喜欢的风格去行事，而且你们可以为周围的人带来那个很鼓励、很鼓舞的力量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在未来的3到6个月内，你们会更往你的本源，就是本心去靠近。你们会很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真心所想要的那个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有的人啊，你们可能会感觉自己更想要活在当下，就是不要去对于未来有那么多的烦忧，你想要好好的把握你的每一天哦，好好的做自己爱做的事，做自己所爱的事情，而且也爱自己所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形成一个善的一个循环，好的一个循环，在你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发生，因为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尽管忙碌，但是你却是很有
活力、很有热情的在做。而且我觉得，当你们把你们这样子的意念发送出去之后，其实就是在向宇宙下订单，告诉宇宙说你们真心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你们就是要集中意念，持续的专注在想你们真心所想要的那个人事物，然后让宇宙去帮你们显化，把你们的生活啊与内在真正的渴望去对齐。好，那我们这边呢有出现 Two of Swords 这张宝剑二的牌哦。宝剑二这张牌啊，它有一个沉思的感觉。那它在这里沉思是代表说，这只青蛙它其实有两种以上的一个选择哦，那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可是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的选择。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内心会有一个纠结哦。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啊，有一些朋友，也许你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二择一的状态，在工作上，我应该要选择现在的工作，还是我要换一个工作，或者说在感情上，我要继续等待一个人，或者是说，好，我要放弃呢，或者是说我要单身，还是我要去认识新的人等等的，或是说你在一段关系中，你不知道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一直在努力的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哦，可是你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好好的说服自己的一个做法哦。那这张牌其实有问你说，你要不要去听听看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觉呢？如果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一个关于感情上的问题，你在你的爱，你对于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人，你是不是对他充满怀疑呢？那如果你一直都就是很习惯的去怀疑别人是不是真的爱你的话，也许你们内心就是真的有一个定念，就是你内心可能有一个相信，就是没有人真正的会去爱你，愿意去爱你。所以当你这个所思所想反映在外的话，好像就会变成说，你认为对方没有这么的爱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如果你对你的伴侣的爱有怀疑的话，我觉得他有一点要你反思内心哦，究竟是这个人真的值得怀疑，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接受，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认为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哦。因为唯有当你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够好够值得的人，你才可以好像放开心的去接收别人的爱哦。那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有提醒你们说，如果你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你们觉得很纠葛的时候，你要听听你内心的声音，你做的决定必须要是出自于信任你自己的。然后你在关系中有一些事情，它其实是需要被检视，需要被一一的去厘清的。如果你忽略了某一些这种事情哦，它其实是一个小细节，或者是说一个讯号等等，它其实是藏在这些关系的枝微末节中，可是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讯号。我觉得你们必须要理解到，就是你要做的这个决定要是前后一致，而不是前后矛盾的，因为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好的选择才不会酝酿成大危机。那宇宙告诉你们说，其实你内在是有宝剑的智慧，你是可以冷静理智的来下这个判断，来做这个决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我们的国王牌，它是猫头鹰，还有死神牌，都是2张猫头鹰的牌，但是是不同形式的猫头鹰，好，不同颜色的一个猫头鹰哦。好，我们这边出现了国王牌，为什么这边出现国王牌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觉得国王牌啊，代表的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时间之内，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呢，你们会从学习者，或者是说你们会从那种
接受指令的人变成领导者，变成发号施令的人哦。你们可能会从菜鸟进入到资深的状态，或者是从这个学弟学妹进入到学长学姐的这样子的状态哦。然后有的人呢，我觉得你们会开始带领自己的团队。有的人你们会成为组织中的那个核心人物哦，或者是说你们会成为被老板器重的人，被客户信赖的人，或者是你们在家庭成员中，是那个被大家放心的人，被大家器重的人，被大家仰慕的人，就是你们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别人会去听的，然后会去听你的话来行事的。那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就是感觉上你们生活上非常非常的认真哦。那因为这个认真啊，你其实会发现你们就是这边有一把剑嘛，好。国王啊，他其实在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在这种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很专注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它有一个意涵，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开始断舍了一些事情，就是你们会用减法在生活，一些令你觉得有负担的物品哦，或者是说一些让你觉得是不合理的要求，你们都有勇气去把它移出你的生命，还包含一些会内耗你自己能量的事情，会内耗你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往来等等的。好，因为我觉得国王他是需要很冷静理智的做判断，他要纵观大局，他不能够被太多枝微末节的小事去牵绊住，他要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他要下决定，他要做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放下了很多不重要的事物，我感觉你们就是抓住那个精髓，抓住那个事物本质的一个核心哦。而且这张牌还有告诉你们说，过去你们可能都就是把行程塞得很满，或者是说你们想要让自己很忙碌，来让觉得自己说好像安心有在做事等等的。那这张牌提醒你们的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一个叫慵懒跟优雅的方式在生活，你们不用把自己过得很忙碌，你们不用把行程塞得很满，其实也可以创造出你们不可或缺的价值哦。就是这一张牌它是一个国王牌，但是他的这个国王可能是各方各面的，在生活中的国王，或者是说在一个人际关系上一个群体的国王，或者是说你在一个社群网络上的一个国王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是在不同领域上的那种教导者，或是传递知识、指导别人有智慧的人哦。这张牌告诉你们的是，不一定你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大事来证明自己很了不起，你只要在某一个领域中做那一件小事，其实你们就可以达成这个，就是在那个领域中是可以去帮助人，是这个领导者，是国王的一个位置，这样子其实就是你们的价值了。好，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螺丝钉，可是这个螺丝钉非常的重要，你今天放对位置，整个宇宙才可以顺利的运转，顺利的运行，所以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你们在你们的那个维度，你们在你们的那个世界，你们在你们那个群体你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螺丝钉。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死亡牌，死而复生，然后我觉得跟前面的这个火凤凰它是有对应的一个概念哦。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呢？我觉得宇宙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打开的开关哦，这个必须要你们跨越荆棘。好，要飞越这个荆棘之后，你看他抓到了一只老鼠，好，作为他的这个，他是一个猎人嘛，好，他抓到一个老鼠，他捕获了一个老鼠是他的这个食物哦。我觉得宇宙其实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打开的开关，一个开关，你们接下来要迎来的是一个全盛时期。也许这个时期你们等了很久了，有没有看到？我们都是鸟的这个
意象，会飞的，有翅膀的。我觉得你们可能一直很期待有一天可以展翅高飞，有一天可以去挥洒出属于自己的色彩。然后我觉得这边有一种我终于等到了的感觉，有点像是久旱逢甘霖，就是我等了好久好久，这种干枯的沙漠终于下雨了，而且一下就是非常澎湃，下了好多好多天的这种能量大爆发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在未来3到6个月这段时间呢，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接收到很多的讯号，来自宇宙的一个讯息哦。对于以前一些很模糊的事情哦，你们开始有了方向感，而且有些朋友你们也会开始看见天使数字，在生活中你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特别的数字不断的重复的在出现哦，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看到的是这种文字或是一个特殊的有意义的物件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宇宙在告诉你它和你同在的一个证据哦。而且我觉得宇宙它其实想要去帮助你，它想要去帮助你解决掉长期以来累积在你们心中的那些矛盾跟冲突，他想要帮助你完成一次很大的一个蜕变哦。然后这一组的朋友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就是身心灵平衡对你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要好像过得幸福，就是你们想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的一个要件，就是身心灵平衡哦。那我觉得你们的信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相信就会看到，不要因为一些短暂的过往，或者是说短暂的挫折去否定你的一个未来。你们是唯一可以实现你梦想的人哦，而且宇宙要提醒你们，你们一定要维持身体上的一个健康哦。身体健康，你才有底气去完成、去经历任何你想要去体验的事情、想达成的事情。而且大家知道这2张牌它有个意思哦，国王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哦，然后这个死而复生的这只猫头鹰，就是死而后生的这只猫头鹰，它其实也是哦，它能够这么的从容自在飞在天空中，能够这么快速的捕获它的猎物，其实它已经去练习很久，训练很久了。所以其实这2张牌有一个意思，就是其实你们的自律可以换来更多的自由，可以换来更多的自在，可以换来更多对自我的一个认可感。而且我觉得你们越自律，活的就可以越优雅越慵懒，因为它已经变成你体内的一个习惯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宇宙给大家的讯息哦。好，这张牌是 Truth be told， 说实话，还有 Time for a nap， 休息一下。好，观察者，还有 High Power。好，这4张牌。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我觉得你们就是在面对这个世界上真真假假的讯息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越来越能够分辨了。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好像宇宙看见你们身上长出了这个智慧。那这边又是一只猫头鹰，猫头鹰就是很有智慧的一种生物嘛，这种鸟。好，还很有灵性。你们出现了好多猫头鹰，然后你们出现了就是有4只鸟到目前为止。哇，我觉得你们就是这个智慧长了很多。好，因为过去的经验使你增添了很多内在的智慧跟这种好像丰富吧。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的灵性变得非常的丰富，有层次跟立体，非常的让人惊艳哦。然后这张牌我觉得就是
宇宙想要说的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真假假的事情啊，然后有些讯息它的这个动机是不纯正的，然后一开始就是想要欺瞒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去知道那些哦，你们，要去抓住的就是那些属于关于你的、你需要的那些资讯，对你有所注意的讯息就好了。然后这些真相，要被说出来。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有关于爱的流动，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看见，情绪的流动，哪一些是你自己产生的，哪一些是从别人那边流到你身上的，就是把别人的情绪回归给他，你不要去接收太多来自于外在的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因为你们好像可能很容易去感同身受，很容易去感染别人的这个情绪哦，你们很容易去接受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的这种能量哦，不属于你的能量。然后来到你的生命中，来到你的身边，这个会使你有一点好像负担过重，承载了太多。那我觉得宇宙告诉我的是，你们已经有那个智慧，懂得去分辨哪些是你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别人的，然后哪些东西是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哪些东西是这个世俗的框架，是后天养成的，后天要求你去成为的那个样子，后天好像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喜欢什么样子，你应该过成什么样子的生活。我觉得你们越来越清楚明白什么东西是外加的学习而来的，什么东西是在你的本质你本身就有的。当你分清楚这些界限，当你分清楚这些区别的话，我觉得你们就会更加贴近于自己的本心。所以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蜕变，就是你越来越能够看清自己真实的想要的是什么。好，然后这边有2张牌哦，更高的力量，还有一个观察者。我觉得其实宇宙一直在默默的守护你们跟保护你们。然后除了这个宇宙的宇宙的能量、天使的能量之外啊，这边好可爱哦。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狐狸啊，它正在观察着月亮。然后等一下这张月亮牌其实又有连接到这边哦，大家有看到吗？一模一样的月亮，只是换个方向。然后这只狐狸啊，它在月亮上睡觉哦，大家有看到这其实像是一个故事一样。好，我们从这边开始看起哦，我觉得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注视着你们呢。然后呢，他在未来的3到6个月可能会开始与你有第一次的连接哦。那我觉得他在看你们看什么呢？就是他在看你所有的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哦，可能是从网络上，可能是你跟他谈话他得知的，也可能是他从朋友圈、从你的家人那边听到的。我觉得他很佩服你们处理一些过去那些经历，就是一些逆境时的一个勇气哦。好，也许这个是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个同事吧，他可能看到你处理一些这种人际啊，或者是说交办的任务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专注的去面对哦。那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你们网络上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感觉有点像是在观察你，他可能就会翻找你的这个社群媒体，去看你以前的照片，去推测你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哦。然后我觉得他在这样子观察你之后啊，其实是蛮欣赏你的，因为他发现你们还蛮有规划的在进行自己的生活，就是你懂得把握时间，你懂得去提升，或者是说准备你的身心灵，你有想要去改变，有想要去解决人生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你们有那种决心跟动力哦。我觉得这个人一边偷偷的看你，然后一边就觉得哇，好欣赏你哦。然后我觉得他的这种观看呢，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方式哦。这个人感觉上蛮乐观的，他会用一种很舒服的方式流动到你的身边哦。它是一种有自信但是不强迫的方式
是一个很温暖，但是他不会去退缩，就是有自信的前进去接近你哦。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像是以欣赏、钦佩的眼光在默默的看你，而且在这当中啊，带着一份守护你的心意哦。那我觉得他其实会想要邀约你，就是跟你一起走下去，提出这样子一个邀约。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邀约哦，它其实代表的是说，你跟他都要跨出各自的舒适圈，你们两个要进行一场手牵手的冒险，一起走向人生的旅途中。那他会向你敞开，他也希望你可以向他敞开。我觉得这个人一开始啊，他会以朋友的形式出现在你身边，他会像朋友一样去跟你交谈啊，然后你们当中会有很多很开心的部分，很欢乐的部分，然后有一些欢声笑语等等。你们两个的交流当中，我觉得会有很多相互的深层次的理解哦。而且你们两个啊，我觉得都会把意念专注在你们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哦。所以未来的3到6个月，不管是在实体上，或者是说网络上，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第一次的一个接触跟联系。那有些朋友啊，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旧人，你之前和这个人谈过话，只是呢，你跟他当时可能没有很完整的走完你们那个连接哦，就是很可能花开完了，或是开到一半，它要结果的时候，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时空背景啊、气候改变了，气温改变了，全部都不同了，所以感觉上那段缘分是没有走完的，就被冰封起来了。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有一个重新去看待你的机会，重新连接的时刻哦。那有一些东西，其实在他看着你的时候，他的心中他有一些情愫就慢慢的发酵，好像还没有成型，但是已经在酝酿了。我觉得会有很多东西是他还没有想清楚，他因为没有想清楚，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没有办法说清楚讲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他一边观察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在准备了，有点像是他还在十字路口这样子看着你，然后想着要怎么去靠近你哦。哪一种方式呢？他必须要做一些准备哦，所以他必须要让自己更加确定之后才会开始行动哦。那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缘分呢，还蛮特别的。那在你跟他的人生中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你们可能一生就是见面一次，擦肩而过。可是我觉得你跟他的缘分有点像是结束后才要展开，就是结束后才有一种待续未完的感觉。好，就是如果这个朋友有些朋友你们如果遇到旧人的话，是这样子的情况哦。好，那另外啊，你看到这边有一张 time for a nap， 就是叫你们小憩一下，休息一下哦。好，我觉得这张牌很美。有些朋友啊，你们遇到的是一个好像你之前完全没有遇过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人哦。但我觉得你跟他相遇之后啊，有一种你可以在他怀里去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感情不用这么辛苦。爱是一个可以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而不是让人感到悲伤的。而且我觉得你跟他的这种爱啊，它是一个很有默契的爱，它不是一个就是好像你需要流很多眼泪，需要做很多牺牲退让才能够换来的爱。我觉得因为他的这个出现啊，你们会放弃过去的一些执着，就是你可能执着于一些得不到的人，或者是说执着于一份想念哦。你们明明知道飞蛾扑火是没有结果的事，可是你却不断的想要去尝试，直到你自己的这个翅膀被燃烧殆尽，直到你的心里去落下很多疤痕之后，你们才好像想要停止这样子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基本上他是非常温暖的，因为你会明白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眼泪，你就可以去享受那份爱，享受那份感动哦。
而且当你在对生活感到灰心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呢，他是可以跟你相互依偎、相互依靠的。你们是可以互相取暖，互相在彼此身边，就是很安心的、完全放松的在这里休息哦，有点像是你们彼此找到了彼此的一个家哦。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跟你们是有点像是不同世界的人哦。好，可能是在距离上相隔很远，或者说你们两个有差很遥远的这种年龄差吗？或是生活经历？这边一个是月亮，然后一个是狐狸嘛。好，这两个好像完全不同世界的这种元素被拼凑在一起，而且融合的非常漂亮哦。我觉得你跟他的相遇，代表说你们两个其实是非常有缘分的。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哦，其实你跟他就是非常适合的一对哦。在这一生啊，其实你会遇见非常非常多的人，和谁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宇宙想要提醒你们说，可能会有很多人让你流眼泪，但是呢，却会有一个人他是愿意去为你擦眼泪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要出现了，他是一个会让你笑的人，你会感到有人能够去理解你，去认同你，并且去支持你，所以你的人生路上其实不是孤单一个人哦，你们不需要孤军奋战，你们所做的事情哦，其实我觉得对方他是会理解的，他会去认同你，而且你会在应该说你们互相会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个归属感，而且这个空间啊，彼此对彼此营造出的这个空间是一个可以让你去长大的空间，让你去发展的空间。它并不是一个笼子会把你困在笼中，它是一个很宽广的空间，你们是彼此的心灵寄托。我觉得你跟他就好像两个人在跑一场双人的马拉松哦，你们是非常有机会去走完全程的。那只要你们记得在这个跑的这个路上啊，一路上你们要保持呼吸，稳定你们的步伐，然后不要忘记对方，要记得你身边是有对方的，这样子才可以两个人一起顺利的抵达终点。那我觉得他不管这个人是新人还是旧人哦，在这个很长的人生的马拉松的路上嘛，其实有的时候对方他那边其实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这种好像闯进来的人事物，在他的人生中打乱了他本来拥有的计划。他本来可能预计要快一点找你，可是因为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哦，所以可能让他耽搁了一下。可是我觉得他终究会来的，他终究会在人生路上与你好像携手前行，他会向你奔赴而来，他会向你勇往直前哦。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一个最后会开花结果的关系，不管外在是怎么说你，或者是说不管外在是怎么对你跟他的感情有一个评价，其实你们好好珍惜彼此就够了，因为你只要去珍惜你认为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情，这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向宇宙在下订单，让宇宙知道这个是你真心想要的，这样子就好了。其实你们可以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你们可以跟你们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是这样。你们的守护天使、你们的高我、你们的指导灵是这样子的告诉你们的，而且他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用心的去选择爱你所选，然后真心的去面对你自己哦。那这一组的朋友啊，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能量就是。我觉得在未来的3到6个月内啊，你们会有一段时光哦，它是可以让你去放松的。这个放松的时光，很可能是你跟你
的这个有缘人一起共度的。那我觉得这一段时光，可能你们会去旅行，或者是去约会，或者是说两个人就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你会有一段很留白、很空白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你们不需要去服务别人，只需要尽情的服务自己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留白的时间内，你们其实可以好像完完全全的放空，让大脑重新的去开机，让你的身心里彻底的放松哦。你们可以就是给自己一点好像停下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啊，不管要做什么都好，然后让你重新好像恢复你原本的那个精气神。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习惯把生活过成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哦，但其实啊，你们的忙碌也就是为了希望生活之后可以过得更有品质，对不对？那其实每一天啊，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好像宠爱自己啊。有的人可能是泡澡，有的人可能是冥想，有的人可能是做瑜伽，或是看看书，或是追追剧，或是单纯放空脑袋，什么都不做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新开机的时光，因为你每一天啊都要给自己一个更新的时间，让你的内在外在休息一下。好，因为就像机器人，它也需要去关机，然后再重新开机嘛。同样的，人当然也是啊。你们一定要留给自己这样子每天一小段休息的时间哦，因为它可以让你更加重视自己内心的声音以及健康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其实一直在告诉你们要遵循自己的本心。就是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可能一直好像依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哦，然后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缺点，努力去好像修剪自己不好的地方。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真正要做的事，不是去把这个好像比较不好的地方想办法去改进，让它进步，而是你要选择去发挥你自己内在的一个优势哦。我觉得未来的这一段时间是你们觉醒的时间哦，而且这个觉醒包含了你的身心灵都开始动起来，开始明白哦。你们有一点像是回到内心，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可以去活出你内心最能够认为美好的一个样子，不是别人，不是这个世界给你的那个刻板印象，而是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事情，和谁在一起的时候是愉快的。这个有点像是去谱出你自己的歌曲，去哼你最爱的那个歌哦。你可以做得很开心，最有动力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宇宙想要问你们，因为当你明确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向宇宙下订单，它才能够送最正确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身边。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牌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那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在下方跟我说。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未来的3到6个月内，宇宙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要带给你们呢？还有会有什么样子的人事物要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与你一起前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首先呢，你们的第一张牌是夏天的守护者 expansion， 扩大扩张的意思哦。然后这张牌也很美，大家可以看到夏天的守护者他来到了这片神圣的森林。那在森林当中呢，有一棵苹果树，它果实累累，都结满了很多苹果。那这个苹果它是发光的、发亮的，这种成熟的红色的，令人觉得垂涎欲滴的苹果。然后旁边呢还有蜜蜂跟很漂亮黄色鲜艳的鸟出现在这个画面中哦。然后整片森林中也充满
满了令人陶醉的花香，在夏天中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一出现，这个能量就是它是非常有活力、非常健康、非常丰富的，这样子的能量会在你们未来的3到6个月内会慢慢的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膨胀哦。然后这张牌呢，它是一个夏天能量的牌哦，它是一个好像非常有热情的牌，就是有一种带着梦想前行的感觉哦。我觉得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内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在工作中充满热情的能量哦，有点像是你付出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心力、你的时间，你投入之后，宇宙会给你产生一个巨大的回报。你们会很努力的工作，然后也会得到很丰厚的一个回报，然后你们会努力工作，努力玩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们不会觉得精疲力尽，因为你们是充满动力、充满活力，然后是带着热情跟喜悦往前走的。我感觉上你们非常的开心哦。那在夏天呢，我们其实拥有最多的宇宙的能量，我们可以获得最多的阳光，还有精神的能量哦。太阳的能量可以注入到你的心灵中，所以呢，我看见你们在工作上，你们面对生活上是非常有热情，而且不会退缩的。那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以后所做准备，你们会迈向，就等于说一步一步迈向你们的梦想，而你们这些辛勤的工作、辛劳的工作，绝对会带来丰厚美丽的一个果实的。而且我看见呢，你们很努力工作之后得到这些果实，你们也会就是放松，让自己放松，去庆祝，很开心的享受你们这种努力辛勤后，或者说努力学习后的这个成果，你们会得到一个实质的奖赏、报酬或是奖杯，而且你们会将你们得到的这些回报来好像犒赏自己一样，就是可以有一段很放松的时光，用力工作，用力玩，这个是这张牌出现的能量哦。然后第2张牌它出现的是这个木头的这个仙女 Wood Nymph， 这个宁芙女神哦，她是美的女神哦，她们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经常出现的仙女，然后会出现在山林泉水或者是大海等不同的这个地方哦。那她们的外形都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这一张牌呢是这个木头的精灵，木头的仙女哦。牌面上有3个非常漂亮的仙女，她们是森林中的这个精灵哦，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好像垂涎欲滴吗？闪闪发光。她们沐浴在月光下，然后穿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礼服哦，非常的美丽。那我觉得这张牌很直接的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能量哦。我觉得美丽将成为你内在的一个指引哦，好像是一个北极星，在未来的3到6个月内这样子的这一段时间中哦，美丽会在你的内心去成长，它会去支撑你，它会去滋养你哦，它会让你好像生活由内而外都过得更加精致了。也许有些朋友你们会在家中放一些小摆饰，可能是插插花，或是做一些装扮等等的，把家里呢布置得很干净、很整齐。在每一个细节上呢，都打造出一个很温馨的环境。有的朋友看见你们是在自己的外形上有做了一些功夫，你在你的穿搭上，你在你的打扮上，或者说你在你的身形上，会越来越往这个美的这个印象，美的这个象征去靠近。那我觉得这张牌是一张非常优雅的能量的牌，而且这个优雅并不是我很用力的去包装一个形象。这张牌很特别的是，它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优雅，就是你越是承认自己的美丽哦，你越是承认你的内在跟外在有多美，它这种能量就越能够填满到你的生活中。你们真的是有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能量。而且当你们越去珍惜自己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个光芒其实就会越来越闪耀。
这个宁芙女神呢，她是森林中很美丽的一个这种超自然的生物，它出现在这里，其实就象征着你们不管是内在跟外在，那个美丽都不断的在发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哦。所以你们可以就是很放松的去享受你的那个美好。有的时候这个美呢是一个灵魂的美，是一个精神的美。你要知道你有多美丽，然后你要把这种美丽活出来，你的生活其实就会变得很绚烂、很多彩。即使呢是在家里啊，你们可以用最微小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让你的房间啊，可能你把它打扫得很干净，或者是说你摆放一些令你会觉得很心动、很漂亮的一个装饰品也好，或者是说你们在睡前啊，好好的去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的去保养你自己，这种内在的优雅其实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我看见你们由内而外越来越美丽。好，这是这一张牌在告诉我们的讯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卡牌哦。好，我们的26号牌，我们的7号牌，还有我们的9号牌，我们来看一下哦。好，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一张牌出现的是一个毛毛怪跟一个小女孩，他们在森林中相遇了。然后这边呢有一片幸运的4叶草哦。好，这边讲的是幸运的陪伴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也许你们过去已经在自己的人生中这种踽踽独行，就是独自行走很长一段时间了。当你独自行走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点好像因为一个人已经走惯了，就不大习惯别人再进入到你的生活圈内，或者说跟你一起肩并肩的同行。因为当别人进入的时候，你可能就必须要开放一部分的你自己跟他分享嘛，所以你允许别人进入，它其实也是开放自己内心脆弱的一个历程哦。但是我觉得你们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们会觉得那个是值得的。你会有一个幸运的一个伴侣哦。我觉得这里的伴侣长得比较像是友谊的感觉，然后你会想要跟他们去分享你的一个爱，你的一个喜乐，而且它是一个没有要求跟没有期待的，就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做这个分享的时候，你本身是快乐的，而且你会很高兴有对方陪在你的生活中、生命中。而且啊，当你们两个就是这个毛毛怪跟小女孩越是交谈，越是有欢声笑语的时候，越是联系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好运都不断的增长。因为这张牌我看见你会和你灵魂家族的一个伴侣，你们会通过欢笑分享还有彼此的理解来帮助自己作为能量的提升，所以两个人都会在彼此的交流跟联系的这件事情上受益哦。那我觉得你们会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中，就是也许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是属于比较就是属于这种不是那么群居性的动物，就是你们喜欢一个人，你们不太喜欢去被归类于某一个群体，或是你不习惯开放自己太多给别人。但是这张牌呢，我看见呢，其实在未来的半年的这段时间呢，你们不会是孤单的，即使你自己不会特别去主动加入某一个群体，我看见也会有人来找你，就是也会有这个因缘际会把你去引入到一个好像一个团体或是一个灵性家族中。我觉得你的生命中会出现重要的家人或是重要的朋友，他们会陪在你的生命中，而且他会带着他的能量来分享给你，有点像是他会支持你，他会带来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及时的一个援助哦。即使你们没有去跟他求助，我觉得对方也会依照你当时的状况去提供他认为他可以提供而你也需要的东西哦。我觉得他们给你带来的是一个温暖的感觉，是一个有温度的感觉。他们有一种
不求回报的想要去帮助你。有的朋友这个可能是属于就是某一个有共同信仰或是信念的一个团体，或者是说你们是一个这种学习的组织、学习的团体，或者是说你们可能是工作上认识的一个同事，那也有可能是你们旧友，就是你的老朋友啦，都有可能。那有的人呢，我会觉得这个人比较像是你的这种灵魂伴侣，可是这个灵魂伴侣啊，它并不完全指的是这种情爱的意思，更多的是你们灵魂深处的一个交流沟通，已经超过了男女之情的那种层次哦。我觉得你们会在这一群人跟这个人的当中，你会得到温暖，然后你跟他可能会你跟这一群人，或是你跟这个特定的人，我觉得你们会常常的联系，在这一段时间内，你们有机会去聚在一起，去说说话，去吃饭。然后当你们越接触的时候，其实就会越为彼此带来幸运，彼此跟彼此都会互相分享那个好运哦。那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信任对方，然后你可以去倾听对方，你可以去分享你内在的脆弱，还有你内在的秘密，也可以去聆听对方哦。同样的，我觉得你在这条路上，你不会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承担，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也有人跟你走过相同的路，他也是愿意倾听你，他也是愿意去协助你的，甚至你们是可以互相协助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灵相通的好伴侣、好朋友，或是一个好像可以互相去理解的群体，会来到你的生命中，比较不像你们是主动的去融入，而是我觉得他们会来找你，会把你拉进去的感觉。好，第二张牌是 Going Deep， 好像我们要潜到水底下更深的一个地方哦，潜水。然后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海面上游泳，然后这张牌是潜水哦。然后这张牌代表的是什么呢？好，代表的是我觉得有点像是潜入到你内心深处哦。其实往下潜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种类的这个鱼啊，还有水中的一个这种植物，各种的海藻，什么东西都浮现上来，好漂亮。然后在这只毛毛怪的身上，好像跟它合为一了。好，其实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在真的很丰富诶，你们有仔细的了解过你自己吗？我觉得你们的心灵啊，有的时候是一个秘密花园、秘密宝藏诶，然后有很多的谜团，其实是会让人想要去解谜、去解开、去探索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过去啊，你们可能不愿意往内在探索，有一些令你害怕的地方哦，它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宝藏的，而且它是有点像是你本来以为它是空无一物，是很寂静的，可是等到你潜入底下之后，才发现在这个深邃的海底啊，有非常多的礼物，而你就是这整个的一部分，你是其中的一部分哦。所以这张牌其实告诉你们说，你们在观看自己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湖边，你要走入水中，甚至沉潜下去。水的美丽会使你睁开眼睛，它会使你看见你内心的情感上有多美丽。你过去害怕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呢？你为什么会害怕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一一的去被探索的。一样哦，这张牌也有一个美丽的意涵在。我觉得你们的灵魂真的是很美的，而且这个美是不断的扩张的一个美哦。这张牌更加强调，我觉得你们心灵深处的那个美好，看外在形式的美好跟心灵深处的美好兼具哦。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越来越好像往内在美跟外在美的这种精致化的过程发展的一个时间哦，一个时期。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9号牌 There are others like you。 好，有其他像你一样的人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你们
你们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真的有就是经历过一些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很深刻的体验，很深刻的经历，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们是轮回，就是上一世的故事，然后又到这一世情，你可能又反复的在重演，反复的在跟之前某一个情感对象有所纠葛，然后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所经历的一切真的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非常非常独一无二，而且非常非常深刻的。但是其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其他的灵魂哦，他们也在走他们自己的路，还有跟你就是像你一样的人哦。不管呢是在精神世界也好，还是在这个外在的实体的世界也好，其实你们并不孤单的。这张牌也是要告诉你们，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你们灵魂家族的一个伴侣。好，他也经历过你经历过的一切，然后他也用过相同的方式来处理他生命的议题哦。然后我觉得你跟你灵魂家族的伴侣，你们都在觉醒，你们都在去理解你们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们都在去看你身上慢慢转变的那个部分，有一些东西脱落了，有一些东西正在长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相遇哦。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好，首先是 Ten of Pentacles 金币十，还有我们的星星牌，还有我们的图像有2张牌哦 ，Queen of Pentacles， 然后 Page of Cups。好，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牌哦。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你们有2张金币牌，金币十跟金币皇后哦。那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财务状况将会获得改善，将会变得一个稳定，还有丰盛的感觉，从稳定去丰盛哦。那而且啊，你们的财务状况的改变会影响到你内在的精神的稳定，跟你精神的一个丰富度哦，有点像是由外而内的感觉，跟前2组牌比较不一样哦。好，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到的讯息是由内而外，就是有点像是你内在丰盛之后，也会显化在外，会变得迎接更多的金币。可是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由外而内，就是你们先在物质上稳定之后，你的精神也会更加的稳定。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组牌有点像是刚刚有出现过，你们是认真工作、认真玩，而且你们在工作上会获得回报的。而这些回报，我觉得它会使你们的财务更加稳定，或者是说刚刚说过灵性家族的朋友，他有可能在这种金钱上提供一些点子或者合作的机会来帮助你。我觉得当你们的这个财务状况稳定之后，有一些债务是可以被还清的，然后呢，你们会有一些存款哦。当你把一些债务处理掉，然后当你的存款累积之后，其实你们可以有更多的余裕去做更多的事情哦。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精神状态上就比较不会去担心跟担忧，那你的精神呢会得到一个好像放松下来、安定下来，跟这种压力被释放的感觉哦。你们过去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种金钱上有一个不安全感，就是说，或者是说你花钱上会有一个罪恶感等等的，然后常常都有这种收支不平衡的情况，都有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这几种不同的一个状况，就是花钱有罪恶感，或是说你们的这种收支不平衡，或者是说呢，你觉得你常常寅吃卯粮，就是有一种被钱追着跑的感觉。有些朋友是其实你们的存款是够的，然后你们的收入也不错，可是你们内在好像就会有一个不安定感哦。那我觉得看起来这种不安定感的能量被消除了，一方面是因为真的你们实质的金钱状况更加的提升，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好起来了。而且我觉得随着你们的存款增加，它会给你带来一个心理上的安定感跟平静感，你会
觉得突然发现，我是丰盛的，我是丰足的，而且我可以用这些钱来做很多的事情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就是计划要买房子，就是像自己有一个家，不管是你跟你的伴侣一起买，或者你自己想买，你们可能正在存钱。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存了一定的金额之后啊，你才真正知道，原来我是有能力去把这个梦想去落实的。你是真的可以去看房子，你是真的可以去开始计划的，它不是一个只是空中楼阁的一个梦想哦。还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有想要去出国留学，或者想要去学习新的东西哦，那你们就可以好好的运用这笔钱作为你自己的支撑跟支柱，你不用去跟别人求援哦。我觉得这也会让你的心理上带来一个安定，对于生活有更多的掌控。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金钱能量稳定下来之后，其实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你自己，去丰富你自己。那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不只是稳定，就是你们过去的努力已经可以让你达到一个稳定，更多的是你们要往丰富迈进，你们要存下更多，你们要留下更多，你们要为往后做准备。而且有一些朋友看到的是，你们会有来自于金钱上面的一个惊喜，可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合作案，或者是说呢，你得到了额外的奖金，你在工作上获得了提拔，或是说赢得什么样子的比赛等等都有可能。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是预期之外，你们可能本来很努力去准备，可是没有预料到，你真的会得到这些业绩或是奖金等等，有点像是意外之财对你来说。可是其实仔细想想，它也真的是因为你过去的付出，所以你被看见，然后呢，在这个时候降临给你们，其实是你应得的这些礼物。好，大家看到有蜜蜂，好多只蜜蜂在这些花朵上各自衔着一个金币，因为蜜蜂辛勤工作，在各方各面上的努力，才可以存到这个10个金币哦。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你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且啊，我觉得你们特别是在生活跟工作上，你们会得到很多不同的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不同领域的一个资源，你可以将它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如果有朋友你们在经营自己的品牌或副业的话，我觉得会有这种异业合作的机会。那如果是在公司中啊，我觉得你们有这种整合不同组织的资源，创造出一个新的能量哦。那这些东西啊，都会令你去打开财富的大门。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更加的看一看你们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哦，你可以去努力的去抓住这些机会，你们要抓住它，留下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然后你们可以去从中生长出属于你的这个金钱的能量，就是它不只是外在给你的，你是可以去把它留下来的。你们是可以去有点像是种植金币吗？金币是可以源源不绝的长出来的。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个系统或者是一个方法，你知道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去运作，然后金钱就像是滚雪球一样，它会这样子滚过来，而且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我觉得属于你们的一个幸运哦。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出现了一张星星牌哦。星星牌它代表的是一个这种闪亮的日子哦。星星牌是塔罗牌塔罗牌中就是第3张有关于星体的牌，我们有星星、月亮跟太阳。那这边是星星哦，星星它出现在高塔之后，所以它有点代表的是一个毁坏之后、毁灭之后重生的一个希望哦。它重新的出现，带着一个自然的规律重新出现，给人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生命的一个象征哦。所以在这一组牌，有一些朋友看见的是你们生命中会有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哦，或者是它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展。这个星星啊，它代表的是幸福，代表着是生命中的一个希望，代表是在夜空中那个最闪亮的那个点哦。我觉得你们的希望永远都在你的前方哦。你们
的身心灵啊，有一种毁灭之后重新被净化的感觉。那在这个净化之后啊，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能量是宁静的、祥和的、充满新生的、有能量的，而且是一个刚刚说过，你们是放松的跟优雅的能量哦。而且这个星星非常的闪亮耀眼，然后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哦。好，这一种能量啊，会引领你们前进哦。它也是一个美丽的象征，跟这张牌很像，它很美。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艺术上啊，在灵性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天赋的。你们可以发挥你们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有创造美丽的能量，你们可以发挥这样子的能量去为这个世界带来多一点美丽。然后这张牌啊，它也是一个水瓶座的牌。好，水瓶座呢也代表着非常的有创造力，然后对生命是充满信心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半年内你们的一个状态哦，充满创造力。你会可能透过艺术的形式展现，或者是说你可能透过文字，可能透过影片记录下来你们的心中的各种点子、各种想法，然后这个是能够去影响人，能够去感动人的。那星星的这个幸运呢，我觉得它也有一种好像是这个宇宙要特别来帮你牵线，给你机会的一个感觉哦。对你们来说，它可能有一点意想不到，就是你之前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得到，不敢想、不敢期待的事情哦。你们可能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特别幸运的人啊，可能抽奖都没有中过，然后发票也都很少中奖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幸运是可以期待的，它有点像是你在生活的各方各面都有一点点的小幸运，但这个小幸运、小确幸汇集起来，它其实就是一颗很大的星星，很大的能量，它是一个很巨大的开展。有关于幸运、有关于疗愈、有关于爱的能量，在你们的生活中这样子的蔓延开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宇宙给你的这样子的震荡哦。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圣杯侍者，圣杯侍者非常好，非常可爱的一张牌。侍者他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有一种内在小孩的感觉。然后这张牌啊，它是受到风元素影响的水元素，就是受到风影响的一个水元素，它代表的是水象星座双鱼、巨蟹跟天蝎哦。然后我觉得它也代表的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感觉，来自潜意识，有一些你们没有注意到的念头跟想法，或者是说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哦。那它可能会以一种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你理解的方式出现，就是你摸不透、想不明白，也是一样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意思哦。意料之外就降临了，有一些灵感，有一些点子就出现在你生命中。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身上其实是有那种光芒的。你们可能就是一直以来啊，你们可能为了要适应这个地球，或者说要适应你周遭的人，你不敢把自己表现的好像太过显眼哦，因为你怕你太过显眼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尽力着想要融入到这个团体中，因为你不想要被孤立，但其实你们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你们有非常多独特的一个色彩，我觉得你们有非常多的灵性的直觉跟第六感，你们跟别人很不一样，你们可以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你们的那个直觉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接下来你其实有一个机会去打开你自己，去敞开你自己，因为刚刚说过嘛，你们将会遇到灵性家族的朋友，在这个家族中，在这个团体中，你是可以自由去舒展开来，是可以呈现出你一个真实的状态，还有真实的想法的。我觉得你们的态度是可以很温和、很自信，然后不退缩的。你不用为了去好像兼顾周遭的人，就是害怕你太过展露你的真实，会遇到一些这种攻击等等，你不用太过的去保护你自己的能量，你可以让你的能量自然的流动。而且我觉得
很多时候你们已经累积了很久，就是在等那一刻，你要大显身手，你要去发挥，你要去一展长才给大家看哦。可能很多朋友，你们过去都一直是在积累，都在为未来做准备。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准备的真的够多了，你可以去分享这些你准备的成果。因为我觉得你们身边会出现一个真正可以理解你、真正可以去倾听你的人哦，他是听得懂你的梦想，他是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们所做的事情啊，是有一群人理解你们的，而且他愿意去帮助你们的。我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走在这样子的道路上，然后你可以去将你个人的特色完完全全的显现出来哦，不管是透过任何的方式去展现，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透过网络的方式将你一些好像累积在内心的情感全部都抒发开来，或者是说你在某个领域中累积了很多的知识，你将它分享出去，你们会得到很棒的一个回应的。因为我觉得当你们越是做自己啊，你们越是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灵性上的伴侣，你会发现其实你们不孤单，就是你们可能实体生活中没有这样子跟你们有这种灵性上可以沟通的人，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透过网络的方式，你们是可以连接到很多很多，就是刚刚说过，在这条路上有其他人是跟你们一样的，你们可以去当大家的那个好像中心核心，就是由你开始，大家会慢慢的往你们这边靠拢。那个灵性团体、灵性圈圈，你们也可以去当那个发起者，你们可以当那个好像目标吧，大家会往这边汇集。我觉得很多人会透过你分享的东西、知识跟讯息感到安慰。那我觉得你们也会从好像这个群体哦，或者是说你身边的一些人中，他会给你带来一个满足感，就是我觉得这个满足感也是来自于各方各面的，有点像是，你从不同的地方都得到了一些，一块饼干好了，然后所有的饼干它就可以拼成一个圆，它是可以让你感到满足的。你可能不会在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的身上你得到了好像一个圆，可是你可以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得到这个圆的1/10好了，但是你拼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圆，它是一个可以完整你，让你会觉得我是很感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期待的，很多的喜悦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就是你会相信，或者说再一次相信爱是存在你的身边的，宇宙会给你一个实质上的连接，实质的关系，它是一个礼物，它要让你去打开的。那这里面不只有这种男女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精神上的一个连接哦。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在一个稳定的连接中，你们可能正要跟这个就是你身边的伴侣建立起一个家的话，我觉得这里的牌面上是一个很扎实的能量哦，就是你们如果已经在谈感情，或者说你们已经在婚姻关系中，我觉得你跟他可以更加的深层次的去理解彼此，你们的感情会扎根的更深，会更加稳定，而且这个稳定有一种两个人都可以从精神层面去独立，又能够依赖哦，各自独立又互相依赖，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一个交流。你们两个都不是那种需要人家去拉你一把的人，你们两个是可以各自站起来，又可以各自去分享的人哦。我觉得随着你们灵性的一个扩张，还有内在跟外在的这个美的形象的建立之后啊，其实对方会发现你们有所不一样哦，他会更加的想要去亲近你，更加的想要去探索你们。好，你们的内在其实是很丰富的，就像一个谜团，他需要更加去解开它，用心去解开它，他要用
用心去看见你们吧。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努力，让你自己成长，让你自己好像提升了一个层次哦。对方其实也会因为你们的这些改变呢，我觉得他会更加的珍惜，更加的明白你的一个价值哦。那你们的感情啊，你们的连接会更有爱，而且它会更怎么说呢？我觉得会更稳固。如果本来是细的，就变得很粗，就是你们缘分的那个红线啊，变得非常的怎么说，越来越粗，它是一个扯不断的感觉哦。如果你们之前曾经有过一些吵架，有一些冲突，有一些误会啊，我觉得随着这一波的幸运星的来到，这些东西它会被冲淡，所以它会被冲散哦。你们将会更看清楚你们两个真正的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们生活中的目标，生活中的本质是什么，其他的枝枝节节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会跟你的爱人，或是说即将成为你爱人的那个人哦，你们会追寻一个共同的北极星，共同的目标，这个是你们两个共同想要去显化的一个实相，这是你们两个共同想要去追寻的那种幸福美满的那个生活，就是你们两个人真正要的是什么呢？同时啊，我觉得这个能量也带有钱币的能量，一个富足的能量。好，那如果现在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将会遇到一个你愿意去投入你的心力去付出的人哦，他可能是情感关系的，就是这种男女关系感情的一个对象，也有可能呢，他是一个就是一个你们觉得就是去帮助他，去跟他交流，你们会觉得很愉快的一个朋友，一群朋友，或者是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去可能帮助动物啊，或是说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等等，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很感兴趣，这个也是你们运用金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会运用你们的金钱来创造爱跟传递爱，并且把你们从宇宙中得到的这些果实累累，好，这些扩张扩散的这个丰富，你们会去分享出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你们真的很懂得感恩，就是因为有这个感恩心，你们愿意把它宇宙给你的好运再次传递出去。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两张牌哦。好，我们出现的是7号的战车牌，还有 Seven of Cups 这两张牌哦。好，战车这一张牌啊，它一样哦，有一个就是它是这张牌，它有一个太阳神的一个象征哦。那它有一种对立的力量被统一的感觉，就是为了两个人为了要向前迈进，他们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必须要整合一些矛盾的东西，才能够手牵手再继续向前迈进。好，那如果呢是单身的朋友，它指的是你内在的力量的整合，它有一个旧有的循环的结束，以及重新的新的一个开始哦。它有一种就是春天的苏醒，就是冬天结束，冬天过去，春天到来，新的力量在此汇集，有一种新的事物要开始的意思哦。然后因为这个新的开始啊，会想要去向前迈进，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能量哦。好，这张牌啊，如果在感情上，我觉得代表的是你们可能会想要去断舍离一段旧的感情，然后进入到新的感情，而且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你们可能犹豫了很久，然后下决定之后就很快的会发生了。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在你现有的感情关系上，它会有一个更新。这个更新是说，如果你们过去有一些对立面跟矛盾的地方、冲突的地方，它是可以被解决，可以被克服的，就是你跟他的那些争吵啊，是可以被克服的。你是有办法去，有点像是化解这个误会。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会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将之前那些旧有的不愉快的事情抛下，然后重新开始。而且你们会有新的目标跟新的动机，为了这个更高的这个目标，你们必须要放下，好像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然后在生命中，或者说在你们的
感情中，在关系中，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注入新的能量的牌。好，在工作上如果有一些你们无法解决的事情啊，一些好像同事之间的纷争，或者是说争功诿过，哇，明明是你的功劳被别人抢走了，或者说跟某一个同事、某一个老板相处的很不愉快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种关系啊，会有一个。也许是这种新的人的加入，打破了现在的一个平衡，或者是说有一个旧的人离开，就是可能在工作上会有一些调职或者组织的变动等等的。那这张牌出现，就是旧有的问题，它是可以被克服的，它的冲突是可以被克服的，因为你们有更高的目标，也可能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感情，为了一个大家共同想要去达成的目标，可以放下过去那些矛盾，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也是一个充满希望跟充满力量的牌。那当然啊，它是需要一些努力的，它是需要技巧去克服那些矛盾跟冲突的，但是你们呢是有这种力量可以去达成的，你们是有这个力量可以去达成一个关系的救赎或者是统一的。而且啊，战车在这边呢，它是一张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牌哦。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你生命的主轴在于你身上，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样子的同事、什么样子的老板，或者什么样子的伴侣、什么样子的这种机缘来到你身边，不管是你觉得是令你有点痛苦的，或者是好的不像话的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只是你整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最主要的，你的生命中还是要往内看，最重要的价值是你自己。那你身边其他的人来到你生命中，他跟你交汇，他有点像是点缀。你们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反应跟能量变成是你的一个中心哦，就是不要太受对方影响。其实你生命的主轴永远都是你自己，你们才是你们生命的主人。我觉得你们的力量会有一点更新之后，我觉得会更加强大，有一种定性定见，自己有自信，自己有定见的感觉，比较不会在好像随风飘摇，受到别人的情绪或者是言语所干扰、所影响。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张牌出现的是圣杯七哦。好，圣杯七啊，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请大家不要就是抬头望这种遥远的星星，没有办法得到的那个礼物哦。其实我觉得这组牌朋友，你们身边真的有非常多丰富跟丰盛的讯息哦。有的时候啊，你们要看看你们手边已经拥有的，而不是好像一直去有点像是羡慕别人，哇，他怎么有这些有那些，然后我都没有，然后内心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失落。那我觉得这种追寻啊，它其实是一种追寻不完或是比较不完的。你们当然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也许你们一直都想要更多更好，或者是说你想要就是更理想更美满的一个生活，这些期待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其实你身边中其实也是有一些很爱你的人，很爱你的朋友，很爱你的家人，或者是说很爱你的一个灵性的伴侣等等的，你们也是有一些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资源，那个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你们已经拥有很多。那当你拥有了这些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去休息一下，或者是说去细数一下你身边的美好。因为我觉得所谓的幸福美满，所谓的这种快乐的生活，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它不见得是很客观的，因为心里的这把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什么样子的生活对你们来说才是幸福的呢？当你们觉得够了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去停下来。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如果太过好像往远方跟往外去求的话，可能会丧失了一些你们生命中重要的珍惜的一个事物哦。
它是存在你们生命中的，可是当你不去看它，不去珍惜它，不去宝贝它，我觉得有一天呢，它可能会就是慢慢的消失，或者说慢慢的减弱，或者是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离开你的生命中。就是你们生命中的那些东西啊，你要去保管好，你要去常常珍惜它们。你们其实会遇到很棒的我觉得你们会遇到很棒的这种机缘哦，就是因缘际会，或者说巧合也好，那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将它把握住。它就是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缘分是不能够比较的，也许他不是你的这种100%的情人，就是不是身高啊，然后经济条件、外貌所有的都符合你的一个理想哦，或者是说距离啊、年龄等等，他可能有1-2样不是你当初设想的那个，就是也许你理想对象的清单有很多，然后有1-2样不是符合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大致上那个主轴它是有抓到的，就是你们最重要最想要的东西它是有的，以及你们最讨厌的东西它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缘分的时候，其实可以好好的去把握，不用再把对方去跟其他人比较，然后想着说我下一个会不会更好。其实遇到了就可以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开展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哦。好，那第3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从所有的牌的能量看起来有一点就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的生命是非常美丽的，即使你的人生路途中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然后有一些不是很顺遂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人事物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可是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整个人整个精神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那如果你在过去你可能在某一些地方，不管是在情感上或是工作上不小心犯了错，其实你们只要去调整，只要去改正就好，那些东西是可以去被更新的，那些东西是可以去被弥补的。你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瑕不掩瑜，即使你们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你们仍然是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你们是这个美丽的光跟物质中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很重要的一部分哦。那你们只要去接纳你自己，接纳一切，并且继续前进就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看战车牌出现了，记住你们要继续的前进，然后不要停下脚步哦。你们下定决心拥有的事物，你们所追寻的事物，其实创造了你现在以及未来的人生。但是呢，就是同时你下定决心，你不要去拥有的那些东西，你不要去追寻的那些东西，同样的也成就了你现在跟未来的人生。所以圣杯7，想一想什么东西是你其实并不需要的，它看起来很美好，但其实是一个幻象，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去得到了之后又不见得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宇宙也给你们一个提醒跟反思的机会，去思索什么东西对你们来说是真正有意义、真正重要的，而且是你们可以真正确实的拿到手上的。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